日本，一个亚洲国家，第二故乡居然是远在10万8千里的巴西。巴西2亿多人口，日裔巴西人最低有200万，是日本本土外日本人最多的地方。而且日本人还疯狂地购买巴西的土地，是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。不是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究竟是怎么联系起来的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，是个弧形岛国，国土面积约为37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24亿人。日本这个国家大家也都清楚，人多地少资源匮乏，还位于地震带，时不时来点地震灾害，给日本人上强度。所以日本呢就老惦记别人的东西。在过去为了能省口粮食，他们会把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丢山里自生自灭。等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的经济、军事等实力虽然得到了增长，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暴涨。不仅如此，日本的耕地本来就没多少，而种出的粮食呢也不够全国人吃的。特别是后来，日本为了发展工业，居然允许土地私有化，导致土地被兼并。日本土地的私有率一度超过70%。这没地也没钱的农民呢，就只能跑到城市里看看能不能混口饭吃。然而日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，那些农民毫无例外的找不到工作，每天就无所事事的在街上闲逛。正当日本政府头疼呢，没想到啊，巴西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和日本恰好相反，巴西那是相当缺劳动力啊。为了要人，满世界的宣传想找点劳工，日本自然就屁颠屁颠凑上去了。巴桑，你要劳动力的不要，我这大大的有。巴西呢是除日本之外拥有日本人最多的国家，约200万的日裔巴西人。有人甚至调侃，巴西就是日本人的第二故乡。很奇怪啊，一个亚洲，一个南美洲，中间隔了一片大陆和一个大洋，明明八竿子打不着，为何巴西会有这么多日本人呢？这就不得不说，巴西吧就是和日本反着来的。850多万的土地啊，却只住着2亿多人口，称得上是一句地广人稀。而刚独立的巴西，经济呢又是以种植园为支柱，干这行呢就是人多，可是国内人少啊，奴隶制还被废除了。为了种地，巴西就开始满世界的招劳工。作为一个白人国家，巴西开始呢自然优先考虑的是欧美人，但是呢也就只有穷一点的意大利人会来，而且到后面呢意大利人自己都不够用，一怒之下禁止意大利人移民巴西。这下没办法，巴西就只能往亚洲找找。本来一开始吧比较中意的还是华人，毕竟美国就有不少华人劳工，好不好用一看就知道，当即就递上了劳动力输出合同。但是因为条件苛刻，他好几轮都没有谈拢，最后被清政府给拒绝了。正当巴西苦恼着怎么招待人回国时，日本找了过来，说可他们那儿人大大的有，一个地广人少没人干活想补充劳动力，另一个呢地少人多没活让人干，想消化过剩人口，双方那是一拍即合。在1908年有700多日本人坐船到了巴西，自此日本开始疯狂向巴西移民。在2战之前移民超了20万人，而现在更是翻了10倍，占巴西总人口的1%，其中80%的日裔都居住在圣保罗。日本人主动提供移民，很难想象他是不带点目的的。要知道，日本的移民不像其他国家都是独自移民的，日本移民呢是由国家组织的，政府给予了不少支持。而这些移民虽然到了巴西的土地上，但是却拒绝融入到当地的文化里。他们独自抱团，有属于自己的社区，不说葡萄牙语，而是坚持说日语。读书读的呢也是和日本本土一样的教材，去医院看病也是只去由日本人建立的医院。看他们的样子呢，像是要在巴西建立一个独属日裔的国中国。说实话，一开始他们的日子呢过得还是很不错的，但随着2战的爆发，日本侵华搞得巴西人总觉得自己国内的这些日裔也不怀好意，而那些日裔巴西人不仅遭到歧视，而且还会被扣上间谍的帽子，人被强制搬家，所有的财产也都被没收。有的人想回国吧，但也不被日本人信任，也觉得是间谍。直到2战结束，日本战败，吸取了这次教训的日裔巴西人也不再封闭，积极的和当地人通婚，学习当地的文化和语言，甚至有的人还改信了天主教等等。如今日裔更迭了好几代，有不少人呢成为了巴西的精英阶层，当上了政府高管。虽然是巴西国籍，但他们心里呢依旧觉得自己是日本人。而日本政府看到日裔都稳定下来了，也开始鸡贼起来，一边继续往巴西送移民，另一边呢收了不少的公司，遍布巴西各行各业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你发起的小手，给了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